于爱的自理能力究竟有多强？有的小熊会把青团到处甩，于爱却养成了定点上厕所的好习惯，一大早刚开门就直奔墙边的厕所，甚至就连身体也要转到同样的方向。有时于爱和哥哥在大宝座上吃饭，突然尿急的他也会跋山涉水，来到熟悉的水泥柱旁边撅起屁屁，心想别的地方可释放不了洪荒之力。别的小熊包笋笋都是用嘴咬，而爱姐却是直接用小爪子扒拉，3两下就能利落地剥出完整鸡腿笋。有时饲养员给的笋笋太重了，怕手累的爱姐会边吃边扛在肩上，不愧是外公认证的高智商小熊。其实我们爱姐从小就很独立，主打一个能自理就绝不麻烦别人。才半岁的她已经登顶门口大树，把树下的二顺妈妈都吓坏了。而隔壁表弟在这么大的时候，还在跟扎屁股的小树苗做斗争呢。当于可缠着二顺妈妈要抱抱时，于爱已经凭实力当上虫洞二馆长，她的责任心也因此变得更强。当爱姐和哥哥吃完筐里的笋笋后，照常来说溜达几圈消消食就能回家了。可于爱担心馆里的公共物品会丢失，于是决定自行打包筐筐下班，并且为了更好的维护虫洞形象，爱姐就连喝盆奶都会注重仪态。她腰撅臀与一旁的于可形成鲜明对比，甚至当二馆长要亲自疏通下水道时，也不忘原地倒立给身体做个拉伸，这柔韧度简直让舞蹈生都羡慕。都说于爱最痛恨的就是洗澡，浑身都在反抗的她不仅气成了松狮，2个大男人都差点摁不住她。搓澡的李奶妈更是换上了痛苦面具。但今年夏天馆长给外场安装淋浴后，爱姐每天都会把自己洗得白白净净，甚至还把饭桌挪到了淋浴下边洗边吃。可见爱姐才不是不爱洗澡的邋遢小熊，而是不喜欢被两脚兽按着洗罢了。虽然于爱被网友誉为虫洞大姐大，但其实她也有娇憨可爱的一面。当初因为急着玩雪错过了盆奶，第2天爱姐就趴在门口硬等着，标准板压趴简直趴在了一心上。因为于爱要保住自己的铁饭碗，每次奶妈取空碗时她都藏起来，只是最后被半块苹果迷了心窍，乖乖将铁饭碗拱手相让。又娇憨又聪明的小熊很难不爱她，恐怕爱姐唯一缺点就是容易断电。想当初于爱正在给自己挠痒痒，没曾想速度越来越快，下一秒就因电量不足躺下了。果然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而网友们还知道于爱哪些趣事呢？熊猫蕊蕊一家究竟有多搞笑，简直把生活过成了小品。这天闲仔蕊蕊仔喜得新玩具，结果没一会就因争抢位置打了起来，谁也不服谁的两熊从玩具上跌落，使得坐在头部的蕊蕊直接失去平衡。不得不说，这还真是妈妈的好蛋。或许是觉得自己翻车和孩子们有关，蕊蕊当即抱起闲仔和自己一起坐，下一秒母子俩直接水灵灵的起飞了。好一个有福不同享有难同当，因为担心再度翻车在游客前丢脸，蕊蕊干脆把玩具翻过来趴在上面傻乐，感觉一旁的蕊蕊仔都要无语死了。这么爱玩的话，你当小孩算了。虽然蕊蕊算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但她却比仔仔还要调皮捣蛋。到饭点看见奶爸端来一大盘零食，蕊蕊急得上蹿下跳，恨不能掰弯栏杆钻出来。之后更是控制不住牛劲把采血台压他，而他却还假装没事熊一样把脚翘上去，无处安放的爪爪则慌乱地抓着空气。这操作把经验丰富的奶爸都整无语了。没办法，谁让熊家还是个6岁的宝宝呢？都知道蕊蕊平日没少抢闺女的磨牙笋快吃，然而当蕊蕊仔礼尚往来抢妈妈的笋时，蕊蕊却边挡边开启倍速咔咔炫笋，主打一个穷养孩子富养几位娘也得长身体。有时蕊蕊的母爱突然充值成功了，看到闺女爬到危险的树上，于是紧跟其后想要阻止蕊蕊仔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闺女给薅下来。结果就在蕊蕊把闺女稳稳送下去时，体重感人的她直接一屁股坐断了树枝，而且还结结实实的踹了蕊蕊仔一脚，把小家伙气得张嘴就想给他一口。这天闲仔缠着干妈陪自己玩，烦不胜烦的蕊蕊决定让他体验非一般的感觉。随后一个丝滑的过肩摔给孩子扔到了水里，弱小可怜又缩水的闲仔气得扭头就走。此外，蕊蕊不仅喜欢用南瓜盖推仔，还会把小孩放进桶里体验摇摇乐，生怕闺女再呆着无聊，便去给他拿玩具球。结果一扭头，孩子就水灵灵的逃跑了。就是说这歪头斜眼的动作简直不要太可爱。有时蕊蕊觉得玩具不如仔好玩，于是抱起小家伙就是一顿狂吸，浓烈的母爱都把仔给整不会了。不愧是加起来没满10岁的一家3口，这日常生活简直比春晚小品还好看。这只被网友哭诉的小熊，正是如今生活在临沂动物园的银科。别看小家伙今年才15岁，可在某坟口中早就死了800回。别的小熊跟游客贴贴是好可爱好治愈，而银科跟游客贴贴就是饿得想吃人。别的小熊上班睡觉是带薪摸鱼，而银科上班睡觉超3分钟就被传断气了，甚至说他3天都没撒尿，灵动连水都不给他喝。虽然银科被奶爸奶妈养得膀大腰圆，从侧面看像个鼓鼓的大汤圆，可在某坟眼中，银科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甚至来到现场对着正在炫饭的银科哭诉。更离谱的是，有次直接喊来了帽子叔叔，声称灵动的大熊猫有致死致残的情况。结果帽子叔叔到现场一看，银科活蹦乱跳的，电话回拨过去才知道此人并没有在现场。到哪是现场？你们在现场吗？我在里头。
他们现在又虐待我们国宝大熊猫，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虐待国宝大熊猫，2岁养死了8只，现在又配估计灵动自己都不知道养过8只熊猫吧。而银科也因为被某坟口中死过太多次，江湖人称他为嘎子哥。其实银科在灵动一直生活得很好，奶爸奶妈也每天兢兢业业地照顾他，逢年过节都给这小子送礼物并亲密互动，简直把银科当成了自家孩子宠爱。别看银科是个15岁的老光棍了，但单身熊也是能过七夕的。奶爸奶妈特意准备了10全大补果蔬拼盘，胡萝卜窝窝头都雕刻得格外精致。看银科这奶乎乎肉嘟嘟的大脸蛋儿，哪有一点被苛待的痕迹？这小子的生活分明比两脚兽还滋润，并且银科作为飞云和喜乐的哥哥，小暴脾气也是非常不好惹的。有次银科放在架子上的苹果碰掉了，他就开始满场地扔东西，大发脾气。只见银科把滑梯上的玩具全部丢下去，随后越想越气，干脆整只熊暴冲下去，对着玩具又是一顿乱七八糟的捶打。只因看不惯院里的小树，就要给人家做心肺复苏，拦都拦不住。有时吊在半空中的竹篮轻轻碰了他一下，暴脾气的银科直接让他小命不保。可以说，只要银科的小脾气上来，路过的狗都得被他摁着胖揍一顿。相较之下，飞云果然是家族中最温柔的。如此又奶又霸道的小熊，网友们爱了吗？熊猫脸型大盘点，到底哪一只是你的心上熊？北辰天生笑脸，肉嘟嘟的脸颊上自带粉色腮红，加上微笑唇，看起来乖巧又可爱。海鹰甜度超标，被誉为小甜包。虽然北辰外表软萌可爱，骨子里却是个实打实的战争贩子。其他同学全成了他的雌雄陪练，真不高兴天生臭脸，因为他腮帮子总是气鼓鼓的，再加上炯炯的黑眼圈，所以真不高兴，看上去真的不高兴。有网友说是因为这小子是战五渣，小时候老被郑生灵言他们夺笋，所以他也真的是高兴不起来。华萌萌天生囧囧脸，呀比囧囧囧，因为华萌萌脑门上长了一个旋，所以看上去囧囧的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就算华萌萌嘴里吃着美味可口的竹子，但依旧是一副随时要哭出来的模样。据说奶爸也曾试图帮忙抚平，但奈何这个悬像焊在了脑门上似的，非但没有消失，还越来越明显了。灵言天生车座子脸，胖妍小年纪就长了一把年纪，看上去丑萌丑萌的，别有一般滋味。尤其到了抽条尴尬期更车了。好在灵言为证明园长的眼光没错，每天除了花式整活就是酷酷干饭，愣是把自己从车座子吃成了大饼脸。花花天生狐狸脸，花花一出生起就迷晕万千猫粉，就连谭爷爷都忍不住夸大孙女。花花脸是好看，找这个嘛，找荷花公嘛。那个是荷花，就中间这个小脸，小脸是荷花。你们看脸好看。除了脸型尖尖像小狐狸外，花宝鸡还短胖炸毛没脖子，并且还自带一身蓬蓬公主裙，可盐可甜的性格更是惹人喜爱。甜甜仔天生平头，就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平的小熊。朵朵间的距离打辆车都得100块，并且小家伙不仅平头还很车，很难不担心会变成像小将一样的一品。梅兰肉肉16:9宽平大脸，谭爷爷曾说肉肉是最好认的小熊，肉嘟嘟的大脸倍儿格外显眼。不过别看肉肉300斤的体格，但他跳起舞来格外灵活。宠粉的肉肉在看到游客拍照时，还会爬到树上主动摆 pose。飞云天生仓鼠脸，精致的花生黑眼圈，圆圆的仓鼠脑袋。飞云好看的不知令多少两脚兽惊艳，熊猫界的萌妹代表非他莫属。郑生天生菱形脸，还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宽宽，并且撞脸了冯巩老师。不过在熊猫脸型科普中，熊猫专家表示宽姐不仅是菱形脸，还杀熊诛心的说人家是车座子，这要是被郑生听到高低得给他2拳。网友还知道哪些有辨识度的熊猫呢？